尼日利亚将从巴基斯坦接收3架枭龙战机，为何枭龙战机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为何尼日利亚认为有了中国造枭龙战机就不用怕了呢？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尼日利亚传出最新消息，即将从巴基斯坦接收3架枭龙战机，用于打击该国境内的非法武装组织，加强地区和平稳定。枭龙战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生产的一款战斗机，其性能相当优秀。对于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这种地区性强国来说，像枭龙战机这样的战机确实能够满足他们的使用需求。而枭龙战机从第一次试飞到现在还只过去了10几年时间，整体技术水平都比较新，还采用了歼10战斗机的部分机载系统。虽然枭龙战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生产的，但主要技术来自中国，而巴基斯坦则是主要的使用国。两国都拥有生产能力。2006年，这款飞机正式开始生产，从2014年起就陆续出口到缅甸和尼日利亚等国。目前，尼日利亚即将接收3架枭龙战机，是在2018年10月出资1.83亿美元下单向巴基斯坦购买的。现在只过了2年多时间，中间还遇到大规模疫情影响，却还是顺利完成3架枭龙战机的生产任务。现在已经准备交付给尼日利亚，这已经是枭龙战机的第2笔出口订单。此前在2015年，缅甸就曾经向中国和巴基斯坦购买16架枭龙战机，这一批战斗机从2018年开始交付给缅甸，目前已交付6架。目前还有很多国家准备向中国和巴基斯坦购买枭龙战机。枭龙战机问世只有10几年时间，却能迅速的在全世界打开市场，这也充分说明了它是一款比较优秀的战斗机，可以有效的满足这些国家的使用需求。根据尼日利亚的说法，他们购买枭龙战机主要是用于打击该国东北部的非法武装组织博克圣地。博克圣地在过去11年间已经造成至少3万人死亡，230万人流离失所，给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带来了巨大伤害。那么尼日利亚购买枭龙战机后，是否能够有效打击博克圣地，夺回被侵占的领土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博克圣地虽然看上去很嚣张，但是一直以来都依靠地形优势作战。尼日利亚获得这批战机后，可以有效地克服地形障碍，从空中精确打击地面目标，让博克圣地等非法武装组织无处遁形。鉴于下月16日是印度共和国日，于是印度决定搞大阅兵。作为确诊人数超过1018万，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印度竟然还兴致勃勃地搞阅兵，结果不出所料，悲剧了。敬请关注本节目。央视最新报道称，为了此次大阅兵活动，印度全国各地有上千名士兵、受阅部队已经在10月底来到新德里参加阅兵式排练。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次排练却让印度新冠感染再次加剧，足足检测到超150余名士兵被确诊新冠。说实话，单看人数确实只有150人，但是新冠病毒的传染实在是太厉害了，一个人就可以传染无数人，更何况如今还是超过150余人。而且据了解，虽然这些士兵目前已经被隔离，并且已经在接受治疗了，但是这样就可以结束吗？错。据印度卫生部27日发布的消息，目前截止在当地时间27日上午8点，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直接新增确诊18732例，死亡279例。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印度阅兵聚集彩排而导致的新增，咱们这些吃瓜群众就不得而知。但是就目前印度国内疫情来势汹汹的情况下，印度是怎么还这么有心情搞一个阅兵式呢？想来想去，照着印度边境的各种动作看，很大原因应该就是做给中国和巴基斯坦看的。那么在这样大面积感染的情况下，印度会取消这次活动吗？值得一提的是，从印度最新的新闻中似乎并没有报道他们会取消这个阅兵式，所以这个活动可能不会被取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想象到印度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了。首先，传染源从阅兵队伍中开始扩散，整个阅兵部队都将会感染，然后再接着会传播到围观群众的身上潜伏，之后将会随着这些围观群众甚至士兵传播到印度全国各地。曾经被确诊之后被治愈的人数同样有再次陷入新冠的情况发生，还很有可能直接打破在8月份的3天确诊超过8万人的记录。想想印度作为世界人口第2大的国家，节日盛典上将会聚集起多少人？按照现在新冠疫情很多都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下，还不知道之后会不会继续爆出更多的新冠确诊人数。如果印度还坚持搞这个阅兵式，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在确诊的同时，自然还有会被治愈的。但是在印度全国沦陷的时候，印度的医生来得及救治这么多人吗？而且按照印度之前确诊人数猛增的情况下，印度的骚操作可是让不少人目瞪口呆，还直接死了一大波的人口。所以如果印度继续这个阅兵式，说不定中国和巴基斯坦只需要隔岸观火，守好自己的边界线，就可以看到印度是如何自取灭亡。俄罗斯航天局发布的新的视频无疑透露出蹊跷。
国际空间站究竟是怎么了？为何这一次是俄罗斯人出动，而美日按兵不动？为何说美国人够狠够坏？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俄罗斯航天局发布新的消息显示，11月18日，俄罗斯2名宇航员进行了6小时47分钟的太空行走。当然，这近7个小时的太空行走并非是观看风景，而是对国际空间站进行了一次大修。有意思的是，消息显示，大修近7个小时之后，国际空间站依旧是问题重重，尚未完全修理好。国际空间站怎么了？国际空间站是人类历史上第9个载人空间站，可以同时最多容纳7名宇航员在太空工作。这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太空合作项目，但是因为美国人作梗，中国人被拒绝在国际空间站之外。实际上这样说也不算严谨，严格的说，该空间站是美国、俄罗斯主导。当年美国人拒绝中国加入空间站项目，俄罗斯也没有表示什么。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一开始的设计使用寿命到2030年，但从前些年开始，科学家们就开始改变了预测，认为国际空间站只能使用到2024年。虽然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国际空间站的表现已显示故障频频，问题重重。欧洲空天局想让国际空间站继续运营到2028年几乎没有可能。虽然欧洲空天局是国际空间站合作的一份子，但他们的话语权几乎等于零，只能配合美俄做一些空间研究。虽然目前尚未出现美俄公开打击欧洲空天局的声音，不过目前国际空间站上只有美俄日宇航员，欧洲的宇航员连登陆国际空间站的资格都被严格限制。正因为如此，以至于欧洲不少国家的宇航员公开表示，他们期待在2023年之后能够登陆中国神舟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欧洲宇航员培训了那么多年，登陆国际空间站的机会却非常少。最近的故障让人们对国际空间站失去了信心。2020年9月，国际空间站星辰号舱体出现漏气，这让全球科学家对该空间站的使用寿命产生了焦虑。漏气是太空航空器最大的致命故障，将会危及宇航员的生命。虽然之后俄罗斯宇航员巧妙地通过查验移动轨迹，检查出星辰号舱体漏气的部位，临时用普顿胶带封住了漏气口，但同时显示了国际空间站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里需要说明下的是，普顿胶带是什么东西？就是下图这种我们日常经常用的胶带。试想这样的胶带能够封多久？2020年11月18日，俄罗斯2名宇航员进行太空行走，主要的任务就是修理这个漏气的故障，修理了近7个小时。由此可见，国际空间站的问题有多严重。问题是，即使修理了近7小时，还是没有解决国际空间站的所有问题，还有不少需要更换的零部件的任务，这次没有完成，需要到2021年去换了。有没有发现其中有意思的事情？首先，国际空间站出现了漏气故障，是俄罗斯人使用茶叶这个普通的物件进行检测出来的，然后用普顿胶带封口离职处理的。其次，太空行走的2名宇航员都是俄罗斯人。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空间站一共有7名宇航员在值守，其中包括了2名俄罗斯宇航员、4名美国宇航员以及1名日本宇航员。美国人占了一大半，但是修理国际空间站故障却没有美国人的事情。另外，美俄日3国宇航员都在，美国人占了4个坑，但就没有欧洲空天局的事，这也让欧洲人郁闷。钱是出了，玩就是不让玩。从国际空间站的维修工作也可以看得出，即使俄罗斯缺钱，在太空探索项目上举步维艰，但是俄罗斯的技术实力还是挺牛的，因此不要轻视俄罗斯，否则会很危险。实际上，即使俄罗斯目前被美国人整得比较惨，美国人还是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还是视俄罗斯为最大的威胁之一。由此也可见，美国人的手段够狠，良心够坏。